俄军大规模攻势出现端倪，乌军袭击俄无人机机库，俄军征召女囚犯入伍，德国武器出口连续2年创新高，2名德军分不到1支枪，俄轻型护卫舰装备锆石导弹。想必经常关注俄乌战争的观众，最近经常会听到恰索夫亚尔和阿夫迪夫卡这2个地点。这2个城市都是顿涅茨克州的战略要地。俄军在攻占了阿夫迪夫卡之后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由于是没有有力的防御地势，因此乌军很难进行防御，导致俄军在此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恰索夫亚尔的情况和阿夫迪夫卡相似，一旦乌军失去了恰西夫亚尔，俄军便可以长驱直入，对另一个乌克兰重要城市顿河军事但丁罗夫卡形成威胁。然而自今年年初恰索夫亚尔战役打响以来，俄军是拼尽浑身解数，顶着巨大伤亡，却始终无法在恰西夫亚尔取得突破性进展。乌军依托了一条几十米宽的运河，就挡住了几个旅的俄军。与此同时，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也陷入了泥潭，主力部队被牵制在沃夫昌斯克、利普奇和赫里伯克方向，也遭到了乌军猛烈进攻。从以上情况来看，俄罗斯所宣传的夏季大规模攻势貌似已经失败了。然而从6月底开始的托列茨克攻势却为战局带来了一些改变。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沃洛申中校在7月2号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军队开始从托列茨克方向主要使用小型步兵群和偶尔的机械化突击猛攻恰西夫亚尔。关于这一点，大兵之前也聊过，托列茨克位于阿夫迪夫卡和恰西夫亚尔之间，由于南北都是战略要地，导致该地区乌军的防守较为薄弱，因此俄军能够凭借着轻步兵在该地区完成突破。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俄罗斯军队能够打穿托列茨克，继续向西北方向进攻，那么恰西夫亚尔的南部就会陷入危险。目前由于城内的进攻不顺，俄军正在从恰西夫亚尔的北部迂回，由于这里是森林地区，而且运河已经被俄军控制，因此俄军在北部的进展较快。所以一旦托列茨克被打穿，俄军从南边打过来，就能南北夹击恰西夫亚尔，重现当年阿夫迪夫卡的战况。目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俄军确实是有这种作战意图。在恰西夫亚尔南侧的克里什奇夫卡、安德里夫卡和库尔久米夫卡附近，俄军一直在保持进攻，只不过由于乌军的防备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这证明了俄军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从南北包夹恰城的战术，只是乌军预料到了这种情况，提前进行了防备。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俄军打穿了托列茨克，沿着运河从南部向恰西夫亚尔推进，那么乌军现在坚固的防线便会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情况，从而暴露出弱点。同时，托列茨克不仅能威胁恰西夫亚尔，也能对阿夫迪夫卡方向产生威胁。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表示，俄罗斯军队在过去24小时里加强了对托列茨克的攻击，主要负责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的进攻的俄罗斯中央集团军群也在托列茨克附近部署了额外的营和突击连，以支持正在进行的进攻行动。他指出，托列茨克方向的作战与阿夫迪夫卡方向直接相关，并评估了中央集团军的俄军正在试图占领 H32 公路沿线的乌克兰阵地，以截断托列茨克方向与乌军的后勤补给。大兵之前播报了俄乌战线，喜欢一个一个方向的播报，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中间缺乏联动，也是所谓的各打各的。但托列茨克的情况证明，俄军指挥的高层出现了明显变化。这次进攻是一个纵横50公里的有高度联动性的进攻计划。俄军脱离了2年多以来各个集团军各自为战的战术，强调各个方向的相互配合，利用灵活的进攻方向拉扯乌军并不富裕的兵力。俄罗斯司令部选择在6月中旬升级在托列茨克附近的进攻行动，正是因为该地区使俄罗斯军队提供了一个灵活的出发点，他们可以从那里向北向恰西夫亚尔进攻，也可以向阿夫迪夫卡方向向西南进攻。俄罗斯司令部对于战争的理解和远见超出了原有水平。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虽然俄军战术值得肯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取得战场上的成功，因为影响战争结果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部队质量问题。
之前大兵也曾说过，负责在托列茨克地区的是所谓的退伍军人部队，该部队呢主要由俄罗斯退伍军人和收编的亲俄武装志愿者组成，属于低质量部队。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耗材。正因如此，俄军才不愿意在该方向上投入大量装甲部队，毕竟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同时，在未来几个月呢，乌克兰也必定想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这些都将会影响战争的过程。所以，即便托列茨克的乌军防守也较为薄弱，但俄罗斯仅依靠前线部队能否打穿该方向，并且驰援恰西夫亚尔或者阿夫迪夫卡，还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对于乌克兰人来说，俄罗斯发射的见证者无人机的声音是最为恶心的，以低空低速方式进行远距离打击，虽然精度堪忧，但胜在量多。去年冬天，俄军曾大量使用这种无人机，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进行了数次袭击，造成大规模停电。因此，对于乌克兰来说，见证者发出嗡嗡声要比苍蝇更加讨厌。恰巧乌军最近就开展了一次除虫行动。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舒克中将7月2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在7月1号袭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弹药库。俄罗斯反对派媒体阿斯特尔报道称，乌克兰军队在7月1号晚上在塞瓦斯托波尔发射了至少6枚风暴阴影导弹，其中1枚导弹击中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第758后勤中心。该中心呢是用于储存见证者无人机，大概是有90架的无人机，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负责人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声称，俄罗斯军队在水面上和巴拉克拉瓦附近击落了5个未指明的空中目标，并且发生了小火。虽然根据现场照片，该仓库是发生了剧烈爆炸。如果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可能又是俄罗斯仓库管理员在烟头里加了伏特加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线。乌克兰总参谋部7月2号报告说，俄罗斯军队正在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进行破坏和侦察活动。7月2号，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继续发动地面袭击。俄军最近在沃夫昌斯克推进，俄罗斯第2特种部队旅在索博尔纳街活动，这证明了俄军又增援了新部队。为了守住沃城，不得不继续加注筹码。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集团军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在7月2号表示，在哈尔科夫州北部作战的俄军正在从前线其他地区转移增援部队，以补充损失。俄军已经从俄罗斯第138摩托化步兵旅抽调了部分部队增援沃夫昌斯克。而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继续保持反攻态势。乌克兰在克雷明纳以西的森林中的反击，在过去24小时里，在该地区推进了400米，但俄军并没有在该方向取得任何可视的进展。在恰西夫亚尔，俄军继续在北部森林地区进攻，并且效仿托列茨克的小型进攻团体作战，由5名俄军组成小组，并在装甲车的辅助下进攻。这种进攻方式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被乌克兰无人机一锅端了。而在阿夫迪夫卡以西，俄军也在多个定居点进行推进，可以看出此处的俄军压力较低，难怪还能凑出兵力支援托列茨克。在南部的赫尔松地区，俄乌双方化河为界，展开炮战。一位俄罗斯博主声称，由于乌克兰士兵的火炮质量以及地势更高，导致乌克兰火炮的射程更远，完全压制了俄罗斯炮兵。俄军不仅缺少炮弹，而且很难进行反击。这证明了现在东线看似进展顺利的俄军，实则是外强中干。继承了自苏联的巨大军事储备已经被消耗殆尽，现在进行的进攻只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俄罗斯的失败已经响起了倒计时了，只要乌克兰撑过最艰难的时间，未来几个月的战局大概率会发生变化。同时呢，乌克兰战场上出现了第1名被确认削减的俄罗斯女兵，她在顿涅茨克地区遭受了第47机械化旅无人机的袭击，但防弹衣挡下了大部分伤害。精良的装备和 AK-12步枪证明，该女兵隶属于冲锋队。之前有媒体爆出，俄罗斯利用囚犯组建冲锋队，用于最危险的攻击任务，其中呢就包括女性。她的队友试图将其拖回安全区域，但随后又一发无人机袭来，这次并没有幸存者。在俄乌战争开始后，
俄军呢就开始动员女性参军，其中不止俄罗斯国内的女性，还有被占领的乌克兰土地上的女性。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尔加·罗曼诺娃曾报道，俄军从一个被占领的村庄里动员了30多名女性囚犯，并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为期2年的合同。这些女兵呢自称为狼，但她们的生活条件堪忧，大多数人都有艾滋病。但现在不知道她们的艾滋病是在监狱还是在军队染上的。事实上，俄罗斯一直有动员女兵的传统。早在1战时期，沙皇俄国就以女兵而闻名，曾经组建过女兵敢死营，其中呢，一名叫做雅卡什的女兵为代表。这些女兵甚至在沙皇被推翻后，依旧宣誓效忠，并且同布尔什维克作战。根据德新社6月30号报道，德国经济部称，德国武器出口连续第2年创下新高，主要原因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持续增加。德国经济部透露，1月1号到6月18号期间，德国政府批准的武器出口总额至少为74.8亿欧，较去年上半年增长了30%。其中呢，价值48.4亿欧元的武器出口到了乌克兰，以支持该国抗击俄罗斯，占据德国国防出口的65%。而在去年呢，德国政府才刚刚创下武器出口的新纪录，销售额高达122亿欧元。今年，沙特阿拉伯重新成为前5大德国武器进口国之一。在2018年，由于干预也门内战，德国对沙特采取了禁售，但在今年沙特从也门的战斗中撤出后，德国再次放宽了对沙特的武器出口限制。截止今年7月，德国已经向沙特出售了价值1.3248亿欧元的武器，位列最大进口国第4，其余的分别是印度、新加坡、卡塔尔。新加坡是以12亿位居第2。然而有些幽默的是在德国大发国际贸易财的同时，德国国防军自己却连人手一把枪都做不到了。德国经济周刊网站6月30号报道，德国仅有5万到6万支的 G36 突击步枪，而德国陆军呢，大概是有20万。这意味着2名德国士兵也分不到一把 G36 制式步枪。事实上，德国军方对此早有怨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德国高级军官表示 ，G36 不仅数量太少，而且损坏率极高，联邦国防军几乎没有能力在地面战中自卫。G36 呢是在1996年装备部队的，但射击精度问题一直存在。德国政府在2014年停止采购了这种突击步枪，处于后继无人的情况。即便德国政府已经决定以 HK416 的改进版 G95A1 作为德国新式的制式步枪，但是德国国防部却迟迟没有开启采购。有消息称这是由于 G95 的聚合物瞄准器固件太容易发生断裂了。但遭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德国政府现在计划在今年9月订购 11.9 万支 G95， 并且在明年5月首次列装部队，但其中呢依旧有很多问题没能获得解决。俄罗斯消息报引用一名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俄海军20385型多用途护卫舰已经能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该系列的首舰轰鸣号入役太平洋舰队，第2艘凌厉号不久前呢开始接受下水测试，而后会启程前往远东。俄罗斯的宣传人员、军事专家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称，没有防空系统能够防御锆石的攻击，因此该护卫舰能够战胜世界上的任何战舰，包括航空母舰在内。轰鸣号护卫舰上的通用建设系统 3S14 经过升级改造，由8个单元组成，适配各种型号的巡航导弹，不只可以发射口径巡航导弹、锆玛瑙超音速导弹，还能搭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博尔坚科夫表示，20385型护卫舰性能卓越，可以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执行任务。锆石导弹的搭载令其攻击实力倍增。如今轰鸣号不只可以针对海上目标，也能向陆上目标发动几乎不可防御的打击。该导弹已经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用于基辅周边使用过。说到这里大兵突然想起所谓的锆石在基辅的行动，不是被乌克兰的爱国者打下来了吗？不仅如此，其残骸照片还被乌克兰宣传部门拉出来示众了。在首战出其不意的情况下，爱国者对锆石的拦截率还高达了32%。面对拥有更加先进防空系统的盾舰的时候，其突防率还剩下多少就不好说了。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